是一所最适合年轻人宜居的精神病院，它不像人才辈出的阿卡姆疯人院，使当代年轻人感觉进去以后就没有了存在感。在这所名为巨山的精神病院里，你将会成为院里最靓的仔。医院大厨生怕你饿着，还亲自将你送到火炕里，以便第一时间品尝美食。见你没有对象，病院里的新郎为你准备了有痛版爆改素人计划，让你分分钟新郎变新娘。可面对医院无微不至的照料，主角宁愿摔断腿，都还是想要逃出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的局面？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逃生告密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正传主角迈尔斯前往巨山精神病院的2个小时前。默克夫公司旗下的一名程序员因为在上班摸鱼期间发现了公司的种种罪行，他们打着慈善的幌子，利用旗下的巨山精神病院收纳了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利用这些不知情的病人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目的就是为了给适用于战争的纳米兵器瓦尔里德寻找一名合适的宿主。而只有在经历过足够的恐惧和濒死的体验后，才能成为完美的宿主。但许多病人都没能坚持下去，最终哪怕是没疯的病人也都被整疯了。于是程序员便写了一封匿名信，准备发送给正传的主角迈尔斯，而这名程序员正是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韦伦·帕克先生。就在帕克发送邮件的同时，实验仪器那边也发生了故障。面对工作人员的催促，帕克只能手忙脚乱地合上了笔记本，并一路赶到了主实验室。对于帕克来说，这种小故障也就动动手指，重启一下便可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实验场地恰好又送来了一位叫格鲁斯金的病人。格鲁斯金兴奋地大喊着非礼，甚至挣脱了束缚，直接跑到了帕克面前，希望帕克方便的话能够抽空帮他报个警。一旁的士兵见状，这还了得，于是耐心地将格鲁斯金劝了回去。好在一旁的河流之主安抚了一下帕克躁动的心。帕克完成手头的工作以后，工作人员也开始了对格鲁斯金的实验。奈何帕克无权继续观赏，只能返回自己的小黑屋。可极端上司却早已在此恭候多时。原来上司已经通过极端安保系统发现了帕克的匿名信。上司念在帕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便安排他自愿接受默克夫公司的人体实验。在安保人员的极端麻醉下，帕克甜甜的睡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后，已然成为了公司的实验对象。河流之主给了帕克一个大逼斗，并默默地使出了 Q 技能巨蛇鞭笞。好在没过多久，一名叫比利的病人成为了瓦尔里德的宿主。为了报复实验人员，比利操纵起瓦尔里德，开始了无差别的杀戮。实验设施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帕克这才有了一丝逃跑的希望。为了能够记录下默克夫公司的罪行，帕克拿起了面前的核动力极端低危机。一路上都是失去控制的病人，尽管这些医生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实验，但这些淳朴的病人们都还是对医生掏心掏肺的好。病人们不求回报，甚至还想对帕克施以援手。纳米救援，小子！病人的好意，帕克心领了，他还是决定自己想办法逃出去。路上经过一条通风口的时候，帕克从2名保安口中得知，他们想用监狱里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系。可一旦引起外界的注意，默克夫的极端实验就会暴露，他们自然也脱不了干系。毕竟1个月也就几百块，不至于玩命，所以他们还是打消了这个主意。但对于帕克来说，这可是将默克夫公司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世的好机会。在寻找无线电的路上，帕克都还能看见正在与医生嬉戏的病人。他还发现了一封极端上司写给自己妻子的极端信件。上司谎称帕克患上了精神疾病，公司已经为他提供了极端治疗。如果帕克的妻子强行终止治疗，那么帕克的家庭将会背负巨额的债务。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公司，帕克更加坚定了想要逃出去的信念。为了尽快前往监狱找到无线电，帕克经过了一处感觉比较干净的厨房。房里香气四溢，热腾腾的九转大肠还未出锅，大厨正在为病人们精心准备可口的饭菜。帕克本不想打扰大厨，但飞溅的油污却不慎喷了帕克一脸。大厨见到这一幕，不免心生愧疚，于是他离开了厨房，四处寻找帕克，希望能够请他吃一顿便饭。可怜的大厨被默克夫公司折磨成这样，都还在想着孩子们吃没吃饱。难为情的帕克在跑了一圈后，还是被热情大厨逮了个正着。见帕克食欲不振，大厨还准备亲自给他开胃，但转念一想，这样吃饭不太方便，于是大厨将帕克送到了火炕里，以便他第一时间能够品尝美食。这份好意，帕克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毕竟他现在比较赶时间，所以用装开缺口的方式婉拒了大厨的好意。尽管大厨奋不顾身的再次追了上来，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帕克还是摆脱了热情的大厨。而接下来的路，帕克也再次见识到了巨山精神病院朴实无华的一面。病人化身托尼老师在为医生提供洗头服务。来到庭院内，调皮的病人还想利用雾系的隐蔽性跟帕克开个有惊无险的小玩笑，就连海尔兄弟也跑了出来凑热闹。面对左右为难的局面，帕克只能绕路而行。之后经过篮球场，病人们在和医生打篮球的同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建立了融洽的医患关系。但你要问我医生在哪里，狂魔只能说，医生化作了完美的抛物线，与篮筐融为了一体。不仅如此，球场上的哥哥们还盛情邀请帕克一起打篮球。可打篮球多耽误时间，这一打没个2年半根本走不出来。于是帕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里，路上还差点撞上晨跑的病人。可见这里确实是最适合年轻人的第一所精神病院。帕克很快便来到监狱的控制室，找到了无线电，可刚刚和警局建立通讯之前，那个极端上司却一把夺过了无线电，并瞬间化身桌面清理大师，将帕克生的希望砸了个稀巴烂，只为掩盖默克夫公司罄竹难书的罪行。就在上司想要结果帕
帕克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阵骚乱。上司见状，毫不犹豫地夺门而逃。缓过神来的帕克这才发现，本该去找记者迈尔斯的胖子却出现在了这里，这可把帕克吓得不轻。好在胖子仅仅只是友情客串，帕克很快便摆脱了胖子。而中途，帕克通过广播得知了穆科夫公司正在通知内部人员从行政大楼紧急撤离，再次有了逃生的希望。帕克立即向着行政大楼赶去，路上他碰巧遇见了正在为记者迈尔斯提供指引的神父，可见此时的迈尔斯应该是被神父扎了一针，现在还在昏睡当中。不久后，他也将经过这里。不过帕克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正在和他经历相同的遭遇。为了前往能够离开这里的行政大楼，帕克爬上了一束烧塔，眼见生的希望就在前方。可天不遂人愿，他纵身一跃，却只抓住了建筑边缘的木板，可木板却选择了当机立断，帕克只能跌落到了下方的房屋之中。而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正在一人分饰四角，不但自言自语，还将帕克驱赶到了另一个房间，似乎是将他当做了某人的新娘。继续向着前方探索，帕克发现了大名鼎鼎的伊凡快乐屋，紧张的心情也不由得放松了下来。殊不知，帕克将会在下一刻遇上属于他的知心爱人，只有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什么是缘。小天王你莫愁，此生只为你问红杏。原来这个所谓的新郎，竟然就是一开始求助帕克的格鲁斯金。他年幼时经常遭到父亲的袭击，导致心理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如今又遭到公司的极端实验，导致彻底激发了他心中对爱情的渴望。由于瓦尔里德失控，格鲁斯金这才得以脱身，开始四处寻找他心目中的完美新娘。正是因为和帕克四目相对，让他铁了心想要与帕克双宿双飞。但帕克又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于是他奋不顾身跳到了电梯井的梯子上，可梯子却在下一刻散架了。帕克因此被木头刺穿了右腿。新郎见到这一幕，虽然心中有些生气，但却对帕克刚烈的性格更加上头了。强忍腿上的剧痛，帕克一瘸一拐地向着外面逃去。可他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躲进一旁无法被单身狗发现的柜子里。可新郎却在下一刻闻着味儿找了过来，看着帕克非但没有逃走，还将自己作为礼物包装了起来。新郎感动的那是一塌糊涂。为了让他们的爱变得更加完整，新郎为帕克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痛版爆改素人计划。在新郎的甜言蜜语下，帕克沉沉地睡了过去。很快，时间来到了12个小时后，此时的新郎正在为进行爆改计划而练手。尽管新郎遭遇多次失败，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轮到帕克的时候，新郎已经研发出了全自动应该有点痛素人爆改手术一条龙。尽管医疗设施完善，新郎都还在安慰着帕克，保证他生得无痛，死得轻松。他真的我哭死。然而就在新郎开始操作的时候，一个病人却打破了这温馨的氛围。帕克明白机不可失，于是他趁着新郎和病人纠缠的机会，再次向着外面逃去。可新郎却再次抓到了他，并给了帕克充满爱的一拳。他已经受够了帕克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所以新郎决定将帕克高高的吊起来。奈何这位新郎营养不良，帕克凭借体重优势，反而将新郎拉到了房梁之上。小天王你莫愁，此生只为你问候。见到这一幕，帕克也不禁动容。不过守寡的悲伤很快就被能够离开的喜悦所取代。而此时窗外的教堂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想必那一定是神父失败的仪式现场。看来记者迈尔斯早已前往了实验室，两个人一个从里往外逃，一个从外往里逃，二人素未谋面，但彼此或许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在一处走廊的尽头，穆科夫公司的极端士兵已经开始了收拾残局，而在他们脚下的赫然是被电梯夹死的极端医生。一名士兵还在感叹，今天晚上他见过的指引是他这辈子能够见到的所有指引的总和，毕竟不是所有的指引都能与自己的哥哥分开。帕克深知这些士兵可不会救自己，恰好此时地下室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呼救，他们似乎是遭到了未知生物的攻击。趁着士兵前去支援的空档，帕克赶紧向着行政大楼赶去。这一刻，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没有那些极端的工作人员，没有那些可怜的病人，只有窗外的晨光穿透玻璃，照耀在一条从黑夜走向光明的长廊。当帕克穿过长廊，眼前的景象显得熟悉而又陌生。这里正是记者迈尔斯一开始进来的地方，而前方身负重伤的极端上司正躺在敞开的大门口，并试图寻求帕克的帮助。帕克本打算来个落井下石，却没想到老上司竟然抄起一片玻璃，偷袭一位20多岁的老同志。他势必要成为打工人楷模，为公司隐瞒最后的真相。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已经成为瓦尔里德宿主的迈尔斯出手救下了帕克，而这位极端上司也迎来了属于他的结局。看着眼前生的希望，帕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终于逃出了医院。清晨的阳光照耀了外面的世界，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只有帕克和迈尔斯清楚，他们这一夜都经历了什么。帕克向前踏出的每一步，仿佛都在迎接自己的新生。来到保安亭，迈尔斯案件的吉普车还停在那里，帕克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通过 DV 机的夜视功能，帕克再次看见了这位为了揭露真相而来到巨山精神病院的记者。可如今他再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虽然彼此素未谋面，但他们早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伴。迈尔斯没有伤害帕克，还帮助帕克调转车头，因为真相总归需要有人去揭露。不久后，迈尔斯回到了家中，准备将 DV 机中的证据公之于众。这时，一个神秘人在旁边说道：“一旦帕克按下上传按钮，就没有回头路可走。届时，无论是帕克在乎的人，还是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将会受到牵连，而换来的结果，有可能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公平。”但帕克心中那强大无比的正义感再次升腾而起，他要让穆科夫公司看看什么叫惊喜。我是修边黄魔，咱们下期再见。